轰20并非 B2的复制品，那么 B2轰炸伊朗究竟有多难？轰20是否已经存在？如果存在，为何未在93阅兵中亮相？原因在于阅兵展示的均为已正式列装的装备，尚在验证阶段的武器不予公开。阅兵中出现的空警600、歼 35T 与歼 15T 编队，视为福建舰航母配套装备，而福建舰本身因为正式服役也未在阅兵中提及。由此推断，我国空机和打击平台惊雷1很可能正是为尚未露面的轰20所研制。轰20究竟是何形态？是否近似 B2？ 答案是其出版类似 B2的方案已被放弃。新型轰20基于当前作战环境进行了全面重新设计。为何要重新设计？我们以今年6月美军动用 B2轰炸伊朗核设施的行动为例进行分析。6月初，以色列与美国策划对伊朗核设施实施打击。由于以方缺乏可投掷大型钻地弹的军机，外界推测美军将出动隐形轰炸机。6月20日，美军大批加油机调动，预示空袭在即。果然，6月21日，美军发起代号“午夜重锤”的行动，历时37小时，打击福尔多、纳坦兹和伊斯法罕3处核设施。有观点称 B2行踪无法被侦测，但这实为28年前的旧论。如今 B2仅敢在伊朗这类防空水平有限的国家行动，且需极度谨慎。美军采取声东击西战术，6架 B2飞向太平洋做幌子，真正执行任务的7架 B2则经大西洋2次加油后，于凌晨突入伊朗领空。美军深知西太区域防空严密，故选择西半球路线。行动中，4代机、5代机先以假目标诱使伊朗雷达过载， B2再趁机投掷 GBU-57钻地弹。深入分析此次行动可发现， B2作为1997年服役的机型，已难以适应现代战争需求。对中国而言，战略轰炸机的目标并非防空薄弱的中小国家，而是具备5代机与先进雷达的强国。因此 B2、B21这类追求极致隐身的构型并不适用，轰20必须进行理念重构。2020年后，太空高精度侦察卫星网日益密集，先进军用卫星能通过雷达与图像比对追踪隐形战机，使其无处遁形。同时，高超音速武器如9米长的鹰击21、12米长的惊雷1无法装入 B2仅6米多的弹仓。中国需要的是弹仓长达13米，可搭载空射高超音速和导弹的轰炸机，实现在敌方防区外发起无法拦截的打击。若坚持飞翼布局并容纳高超音速武器，只能加大机身尺寸，导致重量与成本飙升。因此，工程师转向更具包容性的混合气动布局，在保持隐身能力的同时，确保大弹仓容量。最终形态可能是飞翼与大三角翼的融合。网络流传的歼16半飞图像显示，该机线条锐利，形态独特，既非 B2的纯飞翼，也非图160的构型。轰20的使命是稳健飞抵发射阵位，发射射程超2000公里的高超音速武器，对敌关键节点实施点穴打击。必要时，其超大弹仓还可携带40吨以上弹药执行凌空轰炸。相比之下 ，B2的22.7吨与 B21的13.6吨在弹量相形见绌。这并非简单强调中国领先，而是后发优势与作战环境巨变使然。美军虽1年内连续试飞 B21及第2架验证机，但 B21实为 B2的减配版，技术突破有限，加之其高超音速导弹尚未成熟，新型轰炸机研发动力不足，战略轰炸机领域的优劣，明年或可见分晓。最后，感谢大家收看我的频道，我会继续努力，持续为大家输出高质量有内涵的知识。如果您方便的话，点个赞，关个注，下次再看不迷路。